YouTube 频道，大家好，我是 Ryan。在我们马来西亚，国人真的很喜欢 Mini Hatchback 车哦。就好比如我们之前的 Berdua Krisa、Viva、Asia、Proton Iris 啊，当然不得不提一下我们的国产小钢炮 Berdua Myvi， 更是受我们的国人喜欢。但是啊，今天带大家看这辆车，在我们马来西亚是一辆非常冷门到不行的 Mini Hatchback 车，那就是第二代的 Smart Fortwo。在开始今天内容之前呢，希望你们支持我一下，订阅我频道，还有开启我们的小铃铛啦。好了，就让我们开始今天内容吧。Let's go。讲到 Smart 呢，不得不提一下这个 Smart 的历史啦。Smart 是由 Swatch， 就是那个做手表的 Swatch 公司啊，以及 Mercedes 一起联合打造出来的一个品牌，所以他们用了 Swatch 的 S、Mercedes 的 M 加上 Art 组合而成，整个的意思就是 Swatch、Mercedes、Art。再来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可以看到它的 logo 这边，这个 logo 这边它是有这个 C 字形加上这个箭头的设计，这个也是有意思的，代表着 Smart 公司制造出来的车非常的 cute and compact， 箭头代表着他们的设计非常的有前卫性。再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第二代 Smart Fortwo 的外观设计。首先头灯它是采用了花生眼设计的 Projector Halogen 头灯，很特别的就是它的 bonnet 盖是 plastic 的 ，fender 也是 plastic 的 ，bumper 也是 plastic 的。因为 Smart 公司早期想打造出一辆车，好像手机壳这样子，让顾客随时随地可以把这些可拆卸部件换成他们所喜欢的颜色。这个 idea 我个人觉得非常不错，不过在马来西亚应该不太理想。当然讲到 Smart 的设计，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有前卫性，以至于现在很多中国 EV 车的外观设计都会有 Smart 的设计的影子在里面。所以对于 Smart 的设计者，我个人觉得它真的是非常有一些未来的远见性啦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尾部设计到底有什么特别吧。Let's go。对于这辆车，第二个特别点，我个人觉得就是它的这个尾盖的设计。首先可以看到它的尾盖打开方式，它是这边有一个电动阀门，然后你要开启这个镜子，然后把这两个拨杆按下来，你就可以打开这个尾箱。整个的尾箱容量其实不是很大，基本上你要放个大型行李都不可以。如果你只是放一些 shopping bag 啊，一些买菜的东西 ，OK 没问题。但是如果你要去载一些大型行李的话，so far cannot 了。再来，它这边也是有一个让你放东西的置物空间。然后这辆车它是后置引擎后驱的关系，所以今天我就不打算把这个 engine 打开给大家看，因为要打开的话真的是非常多功，就请大家见谅一下啦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饰有什么特别吧。一上到这辆第二代的 Smart Fortwo， 它给我的感觉上就是它内饰真的是塑料感非常的重。撇开这个塑料感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，中间的冷气风口，它的风量调节它采用了一个拨杆式，然后以及它的那个冷度调节也是一个拨杆式。右边的内饰，首先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这两个表，这两个表不是另外加装的哈，这两个是 original 的哈。左边这边是 RPM， 右边这边是时间。再来中间这个 meter 也是圆形的设计，它这个是显示到0到100 mph 罢了。然后这个 steering wheel 呢也非常的特别，因为这 steering wheel 它是不会做上下以及前后调节的。然后可以看到它这边它是有一个储物空间，可以让你放电话啊、锁匙啊之类的都在这边。然后整个的乘坐感，我个人觉得这个椅子嘞，它的乘坐感是非常的舒服，也非常的好。然后头部空间也非常的多，最少一个拳头到4指的距离。这椅子的乘坐感，我就等下试驾的时候再来分享给你们知道啦。这样这个椅子，我个人觉得坐起来真的是非常好坐了。好啦，现在就让我们试驾一下这辆第二代的 Smart Fortwo 吧。Let's go。今天试驾这辆 Smart Fortwo 呢，首先让我个人感觉上，这辆车它的驾驶是缺点多过优点的一辆车啦。这辆车它的优点，首先就是呢，一上这辆车，它给我的感觉上是像是坐在甘蔗的车里面。不过和甘蔗不一样的是，它的驾驶视野高度其实是比较高的，就有点像是第一代的 Myvi 的驾驶视野高度。所以对于女性的驾驶者，其
这辆车 actually 是蛮适合啦，以这样子的驾驶高度，我个人觉得像这样子高度是蛮好的。再来第二点就是这辆车它的椅子是有做了凹陷的设计，在那个椅背那边，所以坐起来的时候，它的那个凹陷设计会很牢牢的抓着你的背部和你的肩胛骨了。所以当你在做一些比较激烈的驾驶，比如 cornering 的时候啊，比较多的弯道的时候啊，它的椅子这个椅背的包覆感就体现出来了，它会很牢牢的抓住你的背部，让你很安心安稳的坐在这个椅子上面，不会有任何那种很飘的感觉。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椅子真的做得很好，很不错，真的很有 Mercedes 车的 feel。现在来讲一下缺点优点大概也讲完了，缺点比较多。首先这辆车它是一个 1.0 的 engine 的车，它搭配了 5AMT 的压箱。这个压箱就是和我们之前 Proton CV 是同种类型的 AMT 压箱，就是它结合了 Auto 以及 Manual 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的压箱，然后它是没有 Clutch 的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就用着这个 Auto 压箱的模式在走。我个人觉得它的那个压箱的换挡逻辑很奇怪，它每一档的时候，每一档换挡升档的时候，它都要跟你错一下才来跟你升档，然后让你整个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，非常非常的不爽。所以刚刚车主有跟我讲啦，你最好还是用它的那个 Pedal Shift 换挡来做加减档的换挡会比较好，因为不会这么错。所以我现在是有体验到这样的感觉啦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切到它的那个 MT 换挡它的 MT 换挡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，当你在升档的时候，它会反应慢了一点才跟你做升档，变成它升档的感觉就很奇怪，你已经是按了升档了，但是它升档的时候就大概慢了一个0点几秒这样子才来跟你做升档，然后你这个感觉上就好像很奇怪咯，就它的换挡逻辑就很不聪明的样子。它这辆车因为它的那个车身轴距比较短，所以对于路面那种路况比较多的时候，比如好像你要过一些黄色减速带啊，还是一些什么路面有路坑啊，然后过哈嘛，它的整个的感觉会非常的强烈。如果你讲这辆车舒服嘛，我觉得它不算是舒服的车，但是你讲它的路感很强烈的话，真的是非常强烈。好，可以感觉到好像过这些路面的时候，它的路感真的是非常的强。不懂是因为它的避震设定是比较硬的关系，但是底盘低，还有车身轴距短，也是有间接关系到啦。所以基本上你只要过一个坑，你就觉得好像更这样的感觉。再不得不提一个缺点，还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真的是非常明显的，就是噪音。它整个的隔音表现呢，真的是非常的不太理想啦。你可以很容易的从底盘那边听到 engine 传来的噪音，或者是路面传来一些胎噪之类的，所以这个它的隔音表现真的是。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这辆车啦。这辆车如果你想要选择一辆非常特立独行、会有回头率的一辆车的话， Smart Fortwo 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。但是这辆车它的缺点很明显，首先就如我刚刚所说的一些驾驶上面的缺点，再来就是零件比较难取得，然后你还要认识一些会修这一辆车的一些 foreman 还是一些什么修车人士之类的会比较好，因为这辆车在马来西亚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冷门的一辆车，会修的人可能也不太多
多啦。然后再来就是你也不会考虑到这辆车有没有二手价，这辆车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二手价的，二手价大概是介于69,000之间。当然，这辆车我个人也不建议它作为你是家庭的第一辆车。如果你家里有第3、第4、第5辆车，再来考虑买这辆车的话是 OK 的，没有问题。但是如果你要作为第一辆车的话，我个人觉得是不太方便，因为 Smart Fortwo 你只可以坐2个人，然后你要载小孩子也不太方便。但是如果作为一辆买菜车的话，平时买菜啊，然后只是上下班，然后去逛街啊，自己一个人逛街啊 ，OK，so far 这辆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当然，如果你要载别人、载小孩子、载其他乘客的话，这辆车真的是不太理想的样子。今天这辆 Smart Fortwo 的介绍视频就到这边。觉得我视频不错的话呢，就麻烦你们支持我一下，帮我按赞、分享出去。当然啦，也别忘了订阅我频道，开启你们的小铃铛哦。在这里呀，也先祝你们的好人一生平安喽。好了，我们下个星期的视频再见，拜拜。